大家好，我是文大家好，我是丽蓉。丽蓉。今天我们要聊什么话题呢？今天我们要聊闲置物品。闲置物品是什么意思呢？闲置物品的意思是闲着，放在一个地方不用的东西。那我们可以说闲置的人吗？嗯，不可以。闲置的，我们只能说东西，不能说人。如果是人，我们说闲着，这个人在那儿闲着，没有事情做，用闲着，不是闲置。为什么我们今天要聊这个话题呢？因为我也最近在卖一些闲置物品，有一些感受想跟大家一起分享。我9月从国外回北京的时候，发现我的房间里有很多闲置物品，所以呢，我就把它们放到二手的网站上卖了。那前一段时间，我和大碗来丽蓉家住了大概1个星期，我们把这个事情告诉丽蓉，丽蓉说我觉得我有很多东西都在闲置着，所以我觉得你们这个方法还挺有意思的，我就想让文他们帮我试试，然后卖掉这些闲置的东西。所以呢，我们帮丽蓉整理了一些她的闲置物品，然后一起放到网上卖掉。对，那我们卖了什么东西呢？我们卖了我的很多的包包，然后衣服，然后还有家电。哦，说到家电，我回北京的时候，我卖了手机、电脑、平板电脑，还有我的相机，还有平板电脑的那个笔。嗯。我发现电子的东西过了可能1、2年之后，它就真的不值钱了。嗯，怎么不值钱？是以前我们都是很贵，比如说几千块钱买的东西，比如说我的电脑可能7、8千买的，但是呢，我卖的时候只卖了100多。才卖100多，对，我真的感觉到我的电子产品用了1、2年之后，它就变成了电子垃圾。就是卖的钱太少了。这样看来，因为我卖了一个面包机，我是1800块钱左右买的，然后好像卖了300块钱。对对对，三嗯，百块钱，但是邮费花了很多，因为它很重，对吧？邮费花了差不多35块钱。哦，嗯，那减去邮费可能也不是300了，是不是对，200多？那我觉得也不错了，嗯，对，是吧？我觉得不错。好，那还卖了还卖了空气净化器。空气净化器，你是多少钱买的？空气净化器是那个时候我的房子正在装修，然后有一些味道，我需要一个空气净化器。然后呢，这个时候我的亲戚就送给我这台空气净化器，他告诉我的价钱大概是3000多块钱。嗯。但是我们只卖了190。对，只卖了190，再减去那个邮费，那可能也没多少钱了。天呐，邮费我们花了60多，我天呐！50多还是60多？所以最后可能我们到手的钱只有120块，一百二三120，十。对对对。嗯，这样看来，我觉得包包和衣服还好一点，是不是？好一点，嗯。但是你会觉得自己以前做的那些事，买那些东西，然后放着闲置不用，然后其实你卖的钱只是它的可能1/10或者更少，你就觉得你自己这些东西太浪费了。比如说，举一个例子，我买的包包可能是399块钱，然后在网上的估价可能才几十块钱，而且我没用过。全新的。对。那其实呢，每个人都有很多闲置物品。丽蓉，为什么你的东西买回来以后，你会让它闲置呢？我觉得当时的心理是我需要，比如说我包包很多，嗯我买了很多包，嗯，我觉得是我每换一件衣服，我要换一个包包。但是实际上是我没有那么多时间去换包，比如说我要出门，然后我可能随便拿一个我觉得好用的、比较方便的包就走了，或者有的时候拿着一把车钥匙就上车开车走了。所以其实我用的很少。
那要说我为什么买这些东西，我觉得当时的想法是，我觉得我心里边好像是缺少什么东西，需要用一些物品或者用一些东西来填满我心里边的感受。所以我买到家里，我觉得那些包放在那个地方，我觉得心里很踏实。我感觉是买了一个心里边的安慰吧。哦，这样啊。嗯。那现在如果卖了，你会不会觉得这个安慰没有了呢？没有没有，一个时间一个变化，因为可能我现在的心里是满满的，或者是我现在没有那么多时间去想穿什么、带什么包。那现在我会有一个想法是，我很多东西都满了，我没有地方放别的东西了，我就觉得哇，好多东西特别的占地方、占空间，我就想把它们给有用的人。然后我的空间也出来了，让我觉得很舒服，现在是这样的感觉。确实是，我也觉得，如果我家里的东西太多，然后我又不用的话，我会觉得压力很大。我现在是这种感觉，这段时间的感受跟以前不一样。现在你跟我一起整理的时候，整理很多东西出来，我就觉得我当时为什么花这么多钱买这么多东西，现在让自己心里又不好又不舒服呢？就觉得之前做的事情有点儿让我觉得很不好。但是其实我是觉得，如果你以前买它的时候，你心嗯，里有得到安慰，对的。那它就已经起到它的作用了。对对对对嗯。对，但是，就是特别短的作用。就是我买了，买回来，其实到家的那一刻，我就会得想给它找一个地方放。但如果我要是买到家的那一刻，我马上就会用到它，其实还是好的。我觉得买东西可以的，如果你是常用的，每个东西你用的多，像我当时的想法，是我换一身衣服，然后换一件，我觉得对女人来说这样很精致啊，嗯。很好啊。所以这个时候你既然买了，你就不要懒，去搭配呀，也很美。但是我又做不到那样，我又懒，所以这样我觉得我是浪费的。所以其实我觉得你买包的时候，是不是想督促自己，想让自己不要懒？嗯嗯嗯，但是呢，买回来以后，你可能就把包放到你的柜子里了，你就忘了对的。你有这个东西。对对对，长时间那次你跟我整理的时候，我发现我都没背过，我都不知道我有这个包，那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浪费的事情。是是嗯，是，因为整理的时候，我发现你的包大部分都是全新的。对，要么是全新的，要么是9成新，或者是8成新的。衣服也是。衣服也是这样的，那肯定是跟包一起搭配的衣服，也没有穿，也是放在一个地方。我们北京有一句话叫“压箱底”了，就是压在箱子的底下，或者还可以说趴在那儿接灰尘。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做的让我觉得有点儿可笑，其实。我们是不是说放在衣柜里吃灰？对对嗯。对，就是吃灰尘嘛。然后是。其实拿出来本来是新的，然后看起来也有点儿旧旧的。这些衣服你是在哪里买的？是看直播买的还是对，很多的衣服是看一个直播，因为这个朋友他做直播也是这2年做起来的，然后感觉他的衣服的风格很适合我，然后也觉得很漂亮，所以他一开直播我就去他那儿买。就是如果他没有直播的话，挂在上面你可能看一看就过去了。但是他穿在身上，他在坐那儿直播的时候，你觉得哦，穿在我身上是什么样子的，很漂亮或者什么样的，我就觉得会吸引你去买这个衣服。他每天直播吗？不是的，他可能一周直播一次，频率高的时候是2次。那他每次直播你都看吗？以前是这样的，最近的一段时间，我可能看到我自己的衣服以后，我发现我很多衣服没穿，然后我就不太看，或者是我是看它的搭配，我会学习一些它的搭配的方法。我觉得他穿衣服的感觉和那些颜色的搭配都是我很喜欢的风格，所以我想跟他学习一下。所以现在没有什么冲动让我去买了。那以前每次看直播的时候，你都会买衣服吗？不管是买1件、买2件，还是买很多？对对对，以前我都会买。你跟我一起收拾的时候，你会看到有一些还有吊牌，然后还有一些我说我都没穿过的衣服。
那我觉得这个是不是一种习惯？可能是，我觉得看直播可能是一种习惯，比如说每个星期到这个时间，你就要看他的直播，嗯嗯嗯。好像是一种陪伴。对对对，你就觉得，哎，我有事情做，这个时间我该做一件事情是看他的直播，就像学习，可能到点了，或者到时间了，我要去学习。嗯那有没有一种感觉是你觉得他是你的当然他这个人他也是你的朋友，我嗯的意思是说，你看直播的时候，你有没有一种感觉是你在跟你的朋友聊天？嗯，有这个感觉。我们有的时候开玩笑说是我们是电子闺蜜嘛，就是在网上的那种，也可以聊天儿，也可以听他说的一些感受。当然，我们也可以在下面打出来自己的感受什么什么的。嗯，我看有些女孩儿经常会打说啊，说非常感谢你让我们看到这么美丽的衣服，然后都想买，然后很喜欢什么什么什么，大家都在讨论。嗯，所以其实我觉得在中国直播的这个产业是非常大的，对，很多人他们通过直播赚了很多钱。对的。我觉得很多看直播的观众，他们也是一种习惯，他们习惯去看，然后呢，也习惯去买。其实有一段时间我也看直播，我也买东你西，会吗？但是只有可能差不多半年还是1年的时间，是那个时候我们在家也不能出去，对不对？对对嗯，对，其实直播也是在差不多2020年起来的。嗯嗯嗯嗯那个时候大家都在家，然后不能去商场买东西，不能出去，然后就改成在网上买东西。嗯，然后突然直播就起来了。那段时间我也看直播，我也买东西。这个是我没想到的，因为我觉得，我应该向你学习。其实你说你卖了一些东西，但是可能真的，你是真的你需要，你才会去买那些东西。还记得你的手机壳儿吗？啊，我记得。都已经用了好几年，然后已经有点儿坏了，有点儿破了，然后我就一直督促他，我说换一个，换一个吧。然后你都没换。其实生活中，我觉得有这样的朋友，有这样的闺蜜，应该给我带来一个好的作用。但是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有那段时间我们不经常在一起，然后我自己可能就是会想一想，可能是因为友情啊，还有一些什么关系，让我觉得没有填满我的心里，然后我就会去用这个方式去买东西。我在怪你。我以为你只有我这一个朋友。哦，想起来了。但是我们先说一下，先说回到刚才的那个话题，好的，有差不多1年的时间，我也会在直播买东西。我不知道你看的直播，但是我看的那个直播是这样的，它的价格比较便宜。嗯但是它的价格便宜，不是说我买这一个东西，它的价格比较便宜，它是嗯哼，会让你买很多东西。比如说，我们说牙膏吧，我们买1支牙膏就够了。但嗯。是呢，它会让你买可能4支、5支牙膏，这样下来，这个牙膏的平均价格会比较便宜。哦，所以我们算一算，当然觉得多买几支更合适。对，但是如果买的太多呢，它就会闲置。对，嗯。还会出现一个问题，如果是我会这样，可能我听他说这个牙膏的效果很好，我可能啊，10支或者8支、5支什么的，觉得合适就买了，然后可能用1支、2支觉得一般吧，嗯。然后可能又看到别的家，嗯。然后我又买了，这样是造成闲置的，就是最主要的原因。嗯，是，所以直播的价格它虽然便宜，但是它也会造成闲置。那你说这个算不算是冲动消费呢？我觉得算，嗯因为我看的那个直播是他每天只有这些东西，嗯哼。然后呢，他可能今天卖完以后就没有了，所以他会告诉你今天的这个价格是最划算的。啊，以后就没有了。对，然哦，后你就会想，哦，那我要抓住这个机会，对，我要赶快买。嗯。他抓住了人们的这个心理，对。就觉得没了，再也买不到了，那一定得买，而且最便宜。是。嗯那所以在这1年的时间里，我发现我买了很多东西，然后嗯很多东西都闲置了。嗯但是呢，第2年呢，我有跟一些别的朋友，我们去交换我们的闲置物品。嗯比如说，我买了一个奶泡机，嗯那奶泡机它里面有一层膜，所以呢，它有的时候打完奶泡以后，它下面有很多奶泡，我嗯倒不出来，所以我要用勺子去把它弄出来。嗯嗯嗯
但是我不能用钢的勺子，我不能用铁的勺子，因为这样会破坏我的奶泡机的膜。嗯嗯嗯。可是我又没有木勺，当然我可以去买一个，但是当时因为我跟我的朋友我们在交换闲置物品，所以呢，我就问他有没有闲置的木勺，嗯嗯。他说他正好有，哇，真好这样，嗯。对，然后呢，他就给我了。嗯嗯嗯，所以我觉得我们是不是以后有机会有多一些这样的群，然后我们大家互相的分享我们的东西，就是你有用的，然后我这儿有可以给你交换，然后我可以交换你那边我需要的东西，我觉得这个还是挺好的。可以，嗯但是如果大家的闲置物品太多的话，那放到网上卖了是比较好的一嗯嗯嗯。个一个办法。对，说到这个，因为刚才你说那个奶泡机，这个对我来说是个惊喜的事情。因为我们最近不是在卖闲置的东西，因为这个时候我也在喝咖啡，然后我觉得我也需要一个奶泡机。对，是因为那天你去我家的时候，我给你做了一杯，你觉得很好啊，喝。对，我觉得哇，这不错呀，其实不输给在外边买的咖啡。我一直以为你只喜欢喝美式，你不喜欢喝拿铁。啊，是因为我在家里，如果是美式，然后我再倒上那个原本的牛奶，凉凉的那个味道，完全不是拿铁的感觉，所以我不愿意喝，嗯，是这样的，嗯。对，我们的奶泡机它不但可以打奶泡，还可以加热。对对对，所以我就觉得，那我在这个地方卖，那是不是我也可以买？然后我就试试去找，最后还真的找到了一个不错的奶泡机，而且是90成新的。然后，我在网上看，如果要是去买它，它的价格是600、700之间这样的价格。结果你猜我多少钱买的？我知道多少钱。好吧，我嗯，忘了，因为你也帮我看了，对不对？对，嗯，嗯，对，结果花了190块钱买，我觉得特别特别合适。第一是因为价钱很合适，第二是我需要，对，嗯，是的，所以嗯，我觉得，这个东西不是说，我要买，应该是我需要，所以我要买。是的，是嗯的，我觉得是的。嗯。那丽蓉，以前你觉得你会买二手的东西吗？不会的，如果没有这次经历，我肯定不会的。嗯。我就觉得我为什么买二手的呀？我需要，我就去买新的，然后是我的东西，我也没想到会去卖这个二手的。就是通过这次做的这些事情，让我觉得二手的其实没有问题。就是如果你需要的东西，而且你现在正好要用，那我买一个二手的，而且也是质量啊，或者看着样子都很好，为什么不呢？如果我用了一段时间，觉得，我不想再用了，我还可以再去卖出去。嗯，是的，是因为我们帮丽蓉卖了很多她的东西，那她的所有的衣服还有包都是几乎全新的，或者是90成新的，而且保存的非常好。对，所以我们相信在网上一定有很多这样的卖家，他们的东西其实很好，但是呢，对，他们只是不用了，对所以他们对对，放在网上卖。那我们就改变了我们的想法，我们觉得我们可以试试买二手的，嗯，是是，吧？哎，我记得你没回国之前，在国外把那些东西也卖了一些，然后你才回国的。我记得你说过。是，因为我们要回国，然后带不了那么多东西，可是我又不想寄回来，因为寄回来挺贵的，所以我就把它们卖了。所以我对这个就很感兴趣，在国外卖跟在国内是一样吗？有一点不一样，我们是拍照，然后发在脸书上卖。在国内我们都是寄，但是呢，因为清迈它很小，他们很多人都骑，当地人都骑摩托车，他们可以骑摩托车来取，所以几乎所有的东西我们都是面交。面交的意思就是他过来，然后呢，我们当面的交易。哎，那我有问题了。那如果你的东西我看上了，我在网上看上了，那我同意买了，然后我才去跟你面交，对吗？是的，啊，那我发现我看到的那个东西不是我想象的，或者看图片的东西，我可以随便就不要吗？可以，但哦，是我们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我们每次他来，然后他都会非常爽快的把东西拿走，然后给我们现金，或者是在网上给我们转钱。嗯，
那所以那样只是离着你跟你的距离很近的，不太远的，然后去面交。我记得我们卖了一些东西，很多都是什么上海的呀，或者很远的城市的，那我们就可能很难，就只能是，去快递呀什么的这样。可能在国外也有，只是我们没有找到。但是呢，在中国，因为我们的语言是相通的，因为我们就是中国人，没有语言障碍，嗯所以呢，我们可以用自己的 APP，我们说 APP，嗯我们可以用自己的 APP 去卖一些东西。那我们用的这个 APP 叫闲鱼，嗯，对，闲就是闲置物品的闲，余它是多余的意思。但是呢，它这个 APP 没有用这个多余的余，它用了另外一个汉字。小鱼的鱼啊，对，小鱼的鱼，它可能是想让这个平台更活跃吧。嗯，对，我们是在一个 APP 卖的。那因为中国很大，我们不可能面交，不可能把这个东西当面给他，所以呢，我们就会在网上，在这个 APP 拍照上传，然后呢发布。如果有人想买呢，他可以联系我们，或者是直接付钱，把他的地址告诉我们，然后我们在同样的一个 APP 叫一个快递，把东西寄给他，对的，很方便。对，很方便，对，所以其实在国内和在国外卖二手还是有一点不一样的。完全不同，对，是的，所以我觉得，在国外的那种，还挺有意思的，就是你可以看到，你的东西是谁以后在用，让我是觉得还是挺有温度的感觉，嗯。是是，在清迈回来的时候，我卖了一个我很喜欢的咖啡机，哦，是吗？你现是在用的是新的？新买的。哦，我没看出来。对，我买了一个一样的。那个咖啡机其实我很舍不得卖，但是因为它很重，我真的带不回来了，所嗯，以我就决定把它卖了。然后来拿咖啡机的是一对年轻的夫妻，我对他们的感觉很好，所以其实我能把我这个咖啡机卖给他们，我也很开心，是我能感觉到以后他们会好好的对待我的咖啡机。对，我就是觉得有这种感觉，就是你很喜欢的东西，但是你真的带不回来，也不方便带回来。或者是我现在有一些东西，然后我很不舍得卖，但是我又用不到。但是你看到了你就是他们买的人，他们是很好的人，然后你觉得他们肯定会好好的用你的东西，那个开心哇！我真的想去国外卖东西了。可以的。其实我觉得国内以前不太喜欢卖或者买二手的东西，但嗯，是呢，这几年好像越来越多了。对的，我去那个 APP 看，卖什么东西的都有。啊，是上吗？次我还发给你看了，那个人是卖什么来着？发霉的，发霉的橘子，对，然后卖的很贵，因为一个橘子的价格是差不多10块钱或者是嗯。更少，但是我记得他那个橘子卖50多块钱是已经发霉的。但是我觉得我们就又很好奇呀，他为什么卖这个价格呀？他没了，然后他有什么好的地方，有什么好的点让我们买呀？我应该联系问一下他。对对，嗯，他那肯定有人问他，我觉得，因为觉得很好奇嘛。是。嗯，然后我还有看到在网上卖房子，哇，这个可以理解，二手房是不是？在对对，闲鱼上卖吗？在二手的 APP 上。哦，嗯，然后还有卖自己的，哇，卖自己，对，就这是这个卖自己，我忘了当时是好像他是会一门技术，是修东西还是什么的，他用这种方式，然后来找客户，我觉得然后还挺有意思的。挺好的，对对对。对，还有卖清代的鞋，哇哦，嗯，那如果是你，你敢买吗？我不敢，我觉得有点儿害怕。对，有点儿恐怖。清代的鞋子啊，对，是的，是的，我不敢买，我觉得有点恐怖。嗯，嗯，所以就是网上真的是什么都有卖的，就是特别是这个二手，大家觉得没有用了、闲置了，然后大家都敢在网上卖，也没有什么不可以卖的吧？没有这个规定说你不能卖什么。对，我觉得当然了，如果没有涉及到违法的东西，那肯定是都可以卖的，我觉得。嗯，那对，违法的肯定是不可以的。嗯，一直是我在帮丽蓉卖她的二手的东西，你知道现在卖了多少钱了吗？
我记得你说过大概1000块钱左右，但是具体多少钱我还真不清楚。差不多，如果没有除去运费和除去平台的服务费的话，差不多是1000这样的。嗯，嗯，其实我觉得不少了。对对嗯，对，至少我们卖出去钱了，我感对，觉，对，因为如果这个东西放在家里不用也是很浪费的。对，它在占空间，也是在浪费。对，而且现在我们空间出来了，而且我们赚到钱了，我们还可以去拿这个钱去消费。那你跟大家说说我们用这个钱去做什么了？啊，我们去泡温泉了，对，很舒服。很舒服，对。是的，好，我相信每个人呢都有很多闲置的物品，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呢，也可以在下面给我们留言，跟我们说说你是怎么处理你的闲置物品的。我们很期待你的留言，好，那我们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吧，再见。再见。第2年，我有跟一些别的朋友，我们去是处理还是处理？你查一下吧，处处理，处理。我觉得是处理。